如果我们把法国作曲家萨蒂的人生拍成电影，该是部黑色幽默，还是少林足球式的拼贴无厘头呢？萨蒂这个名字也许不是每个人都熟悉，但是他所写的钢琴曲《吉诺佩蒂第1号》却是家喻户晓。照片上的萨蒂总撇着长须，头顶黑帽，脸上挂着2个圆的发亮的镜片，一副文人该有的正常样子。哪知萨蒂的骨子里却流着叛逆的血液，他不仅曾写曲暗示莫扎特的无聊、肖邦的词穷，还在文字间戏弄乐评。同行作曲家如德布西与华格纳，甚至20世纪前卫大师史特拉文斯基。萨蒂到底是为不同而不同，还是天生拥有无与伦比的怪异论调呢？大家好，我是 Sherry， 今天要介绍一个浪漫又怪怪的法国作曲家萨蒂，与他最常出现在电影中的钢琴曲。萨蒂出生于1866年5月16日，法国诺曼海岸的翁佛勒。自小便懂得作曲的萨蒂，一心想写出与众不同的音乐。当时正值浪漫主义与印象派交织的法国，除了贝多芬的德系传统延伸至浪漫派肖邦、李斯特、华格纳这一代，还有法国2大师德布西与拉威尔一同主宰音乐潮流。对年轻分子而言，这些音乐过于严谨做作，高不可攀。于是萨蒂联合作曲家布朗克、米尧、奥内格、奥里克、杜列、泰奥菲尔等人一同提倡回归简朴，以简单、素雅、自然明确表明法国新音乐。而萨蒂那简约洗练、原创不妥协的音乐风格，更深深影响到新古典主义发展。即便是现代音乐的 John Cage、梅香，都曾不讳言被萨蒂的音乐启发过。萨蒂的创作以钢琴为主，虽然他大多以在无钢琴的状态下的咖啡馆完成。据说萨蒂的亲友连听都没听他弹过一次钢琴。他的音乐分为2种极端，一种是莫测高深、忧郁中夹杂乐观的哲学之作，另外一种则是夸张讽刺的无厘头音乐，而2者皆有令人匪夷所思的标语。举例，葛诺西奴是典型的冥想哲学之作，在其未有小节线的乐谱中，萨蒂不以大声、渐强或表达感情等专有名词，反而他用疑问、打开你的头、自己动脑筋想，这些有说等于没说的形容词来引导演奏者。更迷惘的钢琴注解还包括指尖要轻得像一指弹，要弹得有如一只患牙痛的夜莺，灯要亮起来了。真令人怀疑萨蒂大师是否要来弹钢琴，还是来搞剧场的。虽说如此，萨蒂也是有很感性的一面哦。特别在这首第1号葛诺西奴，虽然没有吉诺佩蒂第1号那么洒狗血听到烂，但是这首曲子也越来越有名。它不仅出现在许多广告影视、韩剧，甚至在好莱坞的电影里，例如《面纱》The Painted Veil 和《浓情巧克力》The Painted Veil 也许不是个十分知名的电影，但它却以深沉的力量深深触动了我。这部电影改编自毛姆同名小说《面纱》，讲述一对夫妇的动人故事。故事背景设在20年代的伦敦，虚荣的女子 Kitty 为了逃避浮华的上流社会，选择了一段缺乏爱情的婚姻，嫁给了细菌学家 Walter， 由 Edward Norton 主演，并随他移居到上海。然而Kitty 很快因寂寞而迷上了一个英国外交官，而这个意外的背叛让 Walter 深感痛苦。为了惩罚 Kitty， 他决定带着她搬到霍乱肆虐的农村，在那里行医，每天与死亡和绝望为伍。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下，夫妻俩终于打破了彼此的隔阂，发现了彼此真挚的一面。虽然这一切来得太迟了。小说的名字《面纱》象征着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生命的表象，而非那些隐藏在面纱背后的真实。爱情的迷恋、身份的成见，还有两性的刻板印象，就像雪莱诗中所说：我知有人脆弱心碎，掀起面纱，却遍寻不着心爱之物。每个人都戴着自己的面纱，我们所看到的可能只是经过面纱修饰的那一面。然而当一个人把面纱拿下来时，你是否会愿意接受它的真实呢？
这部在中国桂林取景、风景如诗如画、美得近乎不真实的电影《面纱》是由约翰·科伦执导。萨蒂的第1号葛诺西奴成为一个感人的音乐主题，在整部电影中穿插出现，增强了故事的感性深度，对剧情和角色都留下了难以抹灭的印象。而由中国钢琴家郎朗演奏的萨蒂乐曲第1号葛诺西奴更加融入其中，为故事添加色彩。面纱中的一个特定场景使用了萨蒂的第1号葛诺西奴，这个场景发生在电影主角 Kitty 和 Walter 关系的关键转折点。随着优美的钢琴音符轻柔的展开，音乐环绕着场景，反映了主角们内心的动荡、遗憾以及对连接和理解的深切渴望。萨蒂的音乐成为他们感情的催化剂，增强了观众对 Kitty 和 Walter 的共鸣，并凸显了他们旅程的复杂性。No, I despise myself. Why? For allowing myself to love you once. 此外，第1号葛诺西奴在整部电影中多次出现。当 Kitty 展开自我发现和救赎的旅程时，音乐成为一个温柔的伴侣。萨蒂的作品让人更深入探索 Kitty 的内心世界，并见证她复杂性的逐渐展开。在电影《浓情巧克力》chocolat，萨蒂的第1号葛诺西奴再次展现了他的魅力。透过在特定的场景中出现，以及对于剧情和角色的影响，他丰富了故事的层次和触动了观众的心弦。在电影其中一个场景是当女主角以她独特的巧克力制作艺术引起村民们的兴趣时，当她以敏捷的手势和创意展示巧克力的魔法时，萨蒂的音乐悠然奏响，为这个场景注入了一种优雅和迷人的氛围。这段音乐在巧克力的烘焙和制作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凸显了女主角的天赋和对艺术的热爱。听完这首音乐，你会不会发现，其实萨蒂的音乐非常适合电影，因为它能够叙述法国那种淡淡的 je ne sais quoi， 那种烟消云散的优雅浪漫，为电影营造出一种梦幻浪漫的情调，也能将观众带入充满诗意的世界呢。萨蒂所写的钢琴曲《吉诺佩蒂第1号》可是家喻户晓，它不仅出现在各种电影广告、配乐影集里，也曾经在许多有名的电影里担任非常重要的调剂，比如《偷天钢索人》、Wes Anderson 的《天才一族》和 Woody Allen 的《另一个女人》。我记得第一次听到吉诺佩蒂第1号时，正逢巴黎埃菲尔铁塔200周年纪念。在某个半夜，我沿着塞纳河散步回旅馆，街上人烟稀少，除了几盏暗灯，就要靠远处的埃菲尔铁塔照明夜城。说埃菲尔铁塔照亮夜城真是不夸张哦，它就像一个守护灯塔。当花都人终于玩乐至倦，返家深睡时，埃菲尔铁塔依然忠贞的高耸，将温暖的金光散布在每个城市的角落。如此安静的夜城，我竟然听到一阵竖笛声与弦乐缓慢地响起。仔细一听，这不是萨蒂的基诺佩蒂吗？我往前多走几步打个圈，还是能听到音乐。难道是我的幻觉吗？法国人是如何办到的呢？明明是刻意营造的氛围，却又即兴的天衣无缝，让萨蒂的音乐传遍大街小巷。这种 je ne sais quoi 的迷蒙浪漫，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虽然萨蒂有忧郁浪漫之风，但真正吸引我的是他的讽刺滑稽的音乐。萨蒂的乐谱有2种特色，一个是他喜欢给曲子取怪名，例如软趴趴前奏曲给一条狗，或是树林里一个胖胖好先生的速写与媚态。另外一个特色是他在钢琴曲尾喜欢写故事，例如官僚小奏鸣曲，他写着他离开房子，快乐的摇头晃脑地走去办公室，他爱上一个很美有气质的女士，他也喜欢她的笔夹、她的绿袖子和她的中国帽子。乍看之下，这些旁白好像真的能够辅助演奏者进入状况，但真正弹起萨蒂的怪音乐，一种
把西方传统抛诸脑后，没有对位法、音调、旋律、和谐可言的音乐，却令人觉得这一切都是荒谬不正，写得莫名其妙啊！演奏者若用严肃的角度拜读萨蒂，那一定会被萨蒂大大戏弄而不知呢。话说萨蒂大器晚成，到了40岁才从音乐院毕业，成为一名职业的音乐家。但他古怪诡异、不经教改的新音乐却无法被主流人士接受，因此认为萨蒂是二等业余之作，将他摒除在外。对此，萨蒂更加痛恨主流权威了。从音乐到文字，他无不讥讽传统学术的代表。最知名的例子就要数干枯的胚胎了。这3首小品的第1首是用莫扎特方式的左手 Alberti Bass， 是一种反复滚动的16分音符伴奏开始，使得听众一开始便知道这个曲子取笑的对象是莫扎特。在一连串的古怪动机出现后，音乐突然渐弱变慢，又突然开始，却又戛然停止，其中更包含一串无去无从的音阶，接近结尾的激动音符一再让人想起古典派中莫扎特奏鸣曲式的制度。在音乐终于要结束时，萨蒂还夸张地连续来了20多个终止式。干枯的胚胎第2首则拿肖邦开刀。首先，萨蒂用一连串的上滚音替宁静严肃的氛围做开端，接着他拿起肖邦的第2号奏鸣曲的和弦结构，一样画葫芦一番，之后连肖邦的送葬进行曲都出来了。可惜的是，萨蒂将原本升华的优美旋律下葬，将肖邦的主题曲一路葬到音符底下，真是让人想死的唯美都不行啊。若这些还不足以令人忍俊，那么干枯的胚胎第3首又再度取笑一切古典形式，包括连续的反复、长抖音、类似卡丹萨炫奏的下行爬音，最后萨蒂还来了一个比第1首更大动作的终止式，表示这首曲子终于真正落幕了。听到这里，你们可别认为萨蒂是个小家子气的人，只会心理不平衡地讥讽他人。在3首离行小品，萨蒂更拿自己唯美优雅的葛诺星图第1号来开玩笑。不妨听听这2首曲子，你就会发现这2首歌好像是出自同一个精神分裂者，听完你一定捧腹连连。笑够了，还请你拿起名叫《苦恼》的曲子，照着萨蒂的指示演奏。请演奏者在演奏前务必完完全全安静下来，动也不可以动。这段动机，请你演奏840次。看到这种指示，保证你再也笑不出来吧。看似疯癫古怪的萨蒂，其实有个浪漫的灵魂。在他半百年的音乐生涯中，他所发生的事可以写成一整本厚重的小说。以19世纪的眼光来看，萨蒂绝对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异类，但是这个极富争议性的音乐家却进一步地引领20世纪的剧作家、插画家、诗人和哲学潮流呢。萨蒂到底是浪漫还是刻意搞怪，还是他就是一个喜欢违反传统、装白痴的天才呢？也许每一个世代都需要萨蒂这样一个作曲家来提醒我们，记得笑看红尘，不要太把自己当一回事。